少帅，您隐藏身份在这休养2年，如今大帅年事已高，还请您尽快回去掌控大局。我知道了，许小姐，您打算带回帅府，还是？先生，你怎么了？我救了他，他要娶我。这2年里，我们十分恩爱，我们每天如胶似漆，甜甜蜜蜜。她不过是个毫无背景的乡下女人罢了，带回去与我毫无用处。我对她只是逢场作戏而已，答应娶她也是为了隐藏身份。少帅，她毕竟是您的救命恩，那就赏她1万大洋，够她后半辈子荣华富贵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1万大洋是我的了。我竟然穿越到自己看的一本书里了，还穿越成了小说里跟自己同名同姓的女炮灰身上。萧逸恒，书里的男主，原主对他一片痴心，2年后宁愿不要1万大洋，也要跟着这个负心汉。结果萧逸恒对他根本不屑一顾，导致他死于战乱，到死都没有人来收尸。谁要当爱情的炮灰啊？现在这世道，当然是钱最重要的。我只要钱。我叫许愿，许愿有很多很多钱，靠自己在这乱世自力更生，做大做强。逸恒，我专门给你买的桂花糕。月儿，你真好，多吃一点，来，我喂你。废话，那可是1万大洋，我能对我的钱钱不好吗？烦死了，萧逸恒怎么还不走？我的钱什么时候能到？快点，11点了，别耽误了好骑士。什么骑士？你要带我去哪儿？马连长和娶亲的人很快就到，让你给我出嫁。出嫁我不去，回军我会回国了。给我住口！那个姓萧，一个外面捡来的病秧子，你马上跟他断绝一切来往。要是让马连长知道你跟别的野男人不清不楚，咱们一家长10个脑袋都不够掉。你马上跟他断绝一切联网。我不去，我的1万大洋。小心肝，这么着急嫁给我呢？放开我！马连长，小女她一听说要嫁到连长府，你看这着急的，连喜服都等不及穿，就立马出来了。不错，今天老子高兴，彩礼给你双倍。要嫁你自己嫁，我还要赚钱呢，怎么能嫁人？放心，钱用不着你赚，就每天好好伺候我就行，给我伺候舒服，钱要多少有多少。你都老成这样了，还想着吃嫩菜，赶紧洗洗睡吧。有点脾气，不过老子就喜欢玩有个性的。臭男人，放开我！到底臭还是不臭，你很快就知道了。谁在背后放冷枪？我的人你也敢动？找死！谁在背后放冷枪？我的人你也敢动？找死！好帅呀，我的1万大洋！原来是你这个穷小子，别以为弄根军刀就能为所欲为，连马连长都敢动，我看你是活腻了。马连长就是他。谁？这小子整天纠缠我们家小女，现在竟然还敢暗杀您，赶快派人把他抓起来！你谁呀？敢坏老子的好事？看什么看？信不信老子挖了你的眼睛？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位可是少帅。少帅，压下去，挖了他的眼睛，强抢民女，给我砍了他的2只手。是少帅。你终于来了，我好想你。妈呀，我的1万大洋终于要到账了，这几天可想死我。少帅军务繁忙，实在抽不开身，还望许小姐体谅。男人一般在愧疚的时候最大方。逸恒，你不要我了吗？这2年你对我的好，给我的承诺都忘了吗？这1万大洋，当做是你救我报的。还是1万大洋，也不加点。一恒啊，我的好女婿，你既然是少帅，怎么不早说啊？你看这事儿闹的，许愿对你一往情深，你可不能抛弃他呀。少帅，您看这事儿，我只是个乡下的普通妇人，配不上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少帅。咱们就此别过，以后各过各的，永不相见。以他的性格，不应该，怎么会这么痛快？少帅，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属下愿为您分忧。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绝情，要跟我永不相见。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正好不用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精力。依属下这2年暗中观察，许小姐心里一定是很在乎你的。她肯定是因为身份太过悬殊，不想贻误您的大事，才不得已那么说的。逸恒，你再坚持一下，我把这个拿去卖了，就有钱给你治病了。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你做什么？要是非要守着这个废物，就一起给我滚出去！你回去吧，外面太冷了。有你我就不冷，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停车，回去接上他，一起回府。还好当时把我妈留的玉佩卖了，舍不得玉佩套不着大洋。幸好我跟着他一起在外面受苦，不然我的钱可能就拿不到了。我的好女婿，你怎么又回来了？是要接上我一起走吗？少废话，许小姐人呢？
许愿他拿了大洋，就高高兴兴的走了。你说什么？小的不敢撒谎，小女她的确走了，走的时候还嘟囔着什么永不相见最是好。2年的感情竟然比不过1万大洋。许愿，那你之前对我说的那些话究竟算什么？给我去找，挖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到。这就是有钱人的感觉吗？果然空气都变清新了呢。现在有了这些钱，终于能为所欲为了。师傅，再加把劲儿，回头给你加钱。不想死的，把钱留下！什么情况？大姐，我这2年出人又出力，好不容易才赚到的钱啊！就这么点儿，穷鬼，赶紧滚！这小妞包里鼓鼓囊囊的，应该有好东西。几位爷，我这里面都是些旧衣服和烂布料。少废话，给我！我一个弱女子哪有什么钱？放开！找死！住手！老子剿匪2个月，没想到竟然还有残留，正好一块解决。这位长官，多谢出手相救，你没事吧？我送你去看大夫。不必了，赶快离开这儿。长官，我先带你去治伤。你是女的？这件事你要是敢说出去，我让你人头落地。让你们找的人1个月了还没有任何消息，要你们有什么用？沈团长，好，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大功一件。说想要什么奖赏？属下不求奖赏，只想跟着大帅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刚好我妹妹如月跟你年纪相仿，又从小对你十分亲密，我现在无心应付儿女情长。沈哥哥好。不行，我绝不能因为这件事丢掉上战场立功的机会。许愿知道我的身份，想来是个可靠的人。实不相瞒，属下1个月前在云州剿匪时救下了一个女子，我对她有些好感。也罢，既然你已心有所属，那我也不会勉强。那个女子叫什么？我这就命人去准备贺礼，明日让人登门拜访，定下婚事。她叫许愿。什么？你说那女子叫什么？她叫许愿。哪个缘？缘分的缘。看来是我多虑了。大帅他刚才怎么那么激动？你先回去吧。哥，沈哥哥他那么能干，又那么帅，应该好好留在身边重用呀，怎么能娶一个外人呢？你看呐，这件旗袍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太太你穿上，保准比那些留洋回来的还要洋气。许老板，你们家这旗袍不仅摸着面料好，穿着更舒服，而且款式都很时髦，比对面那家旗袍店的质量好多了。您喜欢就好。觉得满意给个好评，给亲戚朋友都宣传宣传，可以领奖品哦。下次带别人来买，给你们打8折。好评返现，带薪打折，我真是个经商赚钱的小天才。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了，对面那家开了10年的老店也不过如此嘛，都抢不过我一个新开的。果然常年混迹于各大网购平台是有好处的，川川来这做生意直接就是降维打击呀。这个挨千刀的，自从他开了这旗袍店，我店里生意全没了，凭什么？按照我说的办，好处少不了你们的。老板娘爽快。小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款旗袍的设计灵感哈。谁是老板？我就是。你们这什么意思？谁允许你在这开店的？不知道在这条街上做生意要经过许可吗？我来之前都打听清楚了，明明不需要什么许可。我的规矩就是规矩，没经过老子许可就是不能开店。看什么？不服是吗？马上收拾这些破烂东西，给老子滚远点！信不信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误会，都是误会。沈团长何必动枪呢？沈团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人家开店做生意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你们凭什么让人家离开？沈团长，我哥哥同样也是在大帅手底下卖命的，跟你应该算是同级。他要不是您什么人的话，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我这也是受人委托，都不容易。他还真跟我关系匪浅，她是我未婚妻。没听说过您还有个未婚妻啊？老公，原以为他知道我是女人，不会愿意结婚，
没想到这老公喊得这么爽快，看到了吧？你们可以滚了。哎呀，有个靠山就是好。我想让你帮我隐藏身份，跟我结婚。我知道你的身份有多危险，但既然我选择了以许愿的身份活下去，就没什么好怕的。那还说啥了，老公？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保全我的旗袍店，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妨碍我赚钱。没问题，婚礼早点办，赶紧应付过去。成交，就今天吧，别耽误我赚钱。好，就今天，我现在就去找大帅，让他给我们两个做个见证。大帅，我们打算今日成婚。哦，今日吗？是的，大帅。如今叛军尚未完全解决，属下觉得成婚越快越好，尽可能不耽误战事。你当真想好了？如月她现在还在房间里哭，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况我们也是真心相爱。好，这些年你替我南征北战，如今看着你结婚生子，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事。来人，大帅备上厚礼。是哪家的女子这么有幸，能嫁给沈团长这么骁勇善战的人？我都替她高兴。结婚地点我们选在天生酒楼，有劳大帅跑一趟。那属下先下去准备了。大帅，什么事？你要我找的许小姐有消息了，她在哪儿？手下眼线来报，许小姐1个月前去了新民街，现在改了姓名，经营一家旗袍店，在做服装生意。难怪找不到客人。备车，带路，现在即刻出发。是。大帅，人好像不在，确定是这儿吗？确定，给我砸开！这间店的老板去哪？你们知道吗？今天我刚在这儿买了件旗袍，当时听说他好像要去天生酒楼。大帅，沈团长今天结婚的地方也在天生酒楼。走，去天生酒楼。新郎沈青山学识渊博，战功卓著；新娘许媛德容兼备，兰心蕙质，二人惜缘天定，可谓珠联璧合，没找到佳偶天成。让我们有请萧玉衡萧大帅为2位新人做见证。愿2位新人互敬互爱，同心同德，恪守家庭之责，共担社会之任。他怎么在这儿？还成了大帅？好你个许愿，竟然这么绝情，消失了1个月不愿意找我，一出现却要嫁给我的心腹，是在打我的脸吗？这就是我给您说的许小姐，我的妻子，还真是长得不错。我听说薄唇的人最是薄情寡义，许小姐的面相倒是像始乱终弃、薄情寡义之人。你少胡说八道了，你才始乱终弃、薄情寡义，而且看起来就像是会忘恩负义的模样。大胆！站在你面前的可是萧大帅，注意你说话的态度。竟然敢这么跟大帅说话，真是不知死活。许小姐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又是乡下来的不懂礼数，看到我紧张害怕是正常。大帅，您刚刚这话什么意思？你有好好了解过这位许小姐？我怕你被她单纯善良的外表给骗了。大帅不是来送祝福的吗？怎么看着不太对劲？好像在针对许小姐。大帅，阿苑之前和人定过终身，但他遇人不淑，被那个负心汉给抛弃了。但我不嫌弃他的过往。哦，负心汉。这么说，许小姐才是受害者。许小姐，我问你，你确定要嫁给沈团长吗？我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我要赚钱，谁也别想打扰我赚钱。回大帅的话，我确定要嫁给他。一心一意，绝不反悔。一心一意，绝不反悔。大帅，我和许小姐真心相爱，还望您帮我们做个见证。两个人还真是情比金坚，天生一对啊！好一个情比金坚，天生一对！我宣布，婚礼取消。这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大帅怎么突然宣布要取消婚礼？我看应该是跟这个许小姐有关。大帅，是你要求我尽快结婚的，怎么现在又要取消？这个臭男人又想干什么？据我所知，许小姐出身乡野，之前有过一个未婚夫，可她不守妇道，始乱终弃，拿了对方的钱便一走了之，音信全无，全然不顾与未婚夫2年的感情。什么？许小姐看着文静典雅，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风流往事。这种抛夫弃子的行为要放在以前，可是要进猪笼的。怎么还越来越离谱了？什么叫抛夫弃子？我都没结婚，好吧？大帅，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许愿他不是这种人，您弄错了吧？沈团长不用替他辩解，你可是我的心腹，不仅履历战功，更重要的是品行端正。能配偶这件事上，我必须要替你严加把关。这种女人根本配不上。大帅，我妹妹萧如月才学极佳，聪慧过人，又对你仰慕已久，我看
不如你娶了她，也算是一件美事。不行，跟萧小姐结婚，我的身份肯定会被大帅知道。大帅，我和许小姐情投意合，早就互相认定了彼此。不管她出身如何，以前都做过什么，我都不在乎。还请您让我娶了她吧。够了，你二人婚礼取消，日后再议，这是命令。萧雨恒，你放开我！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背叛我？我怎么就背叛你了？我才是受害者，好吧？明明是你先当负心汉的，用1万大洋就打发了我们2年的感情，然后一走了之。我只不过是几经绝望，万念俱灰之下，拿着这点钱去开了家旗袍店讨生活而已。哦，是吗？听你的意思，好像埋怨我没有带你一起走。那好，我现在就接你回去，向你赔礼道歉。这下不用万念俱灰了吧？不必了，不必了，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大帅，我现在可是您下属的未婚妻，你对我拉拉扯扯的，让别人看到有损您英勇神武的形象。这么说，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一刀两断？其实我也很难过的，但是民女自知福缘浅薄，配不上大帅您的身份，只求安安静静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就好。我现在生意一天比一天好，马上就能实现暴富的梦想了。傻子才跟你回去，搞不好哪天死了都没人收尸。才1月不见，你就着急勾引沈团长，要跟他结婚，这就是你口中安稳的小日子吗？大帅，这话可不敢乱说，我可没勾引任何人，是我救了他，他要以身相许。你当初勾引我了。大帅，请您自重，我和沈团长的婚礼虽然取消了，但名义上我还是他的未婚妻。你再乱来的，我可要喊人了。乱来？我们之前又不是没这么做过。你自己都说了，那是之前。既然已经分手了，那我们就好聚好散，行吗？别再来打扰我了。许愿，当初可是你主动招惹我的，口口声声说非我不嫁，现在又这么绝情，你把我萧玉恒当什么了？当初不是说嫌我是个乡野村妇，上不得台面，不带我走吗？怎么现在还认真了？果然男人是真贱，我得赶紧想办法打发他。事到如今，我也没必要瞒着你了。其实我就是看上你的大洋了。我其实早就知道了你的身份，当初之所以救你，之所以对你那么好，就是因为我想要钱，想要很多很多钱。我知道等你伤好了，一定会重金答谢我。我对你说过的话，为了追求你做的事儿，也都是骗你的，就是怕你怀疑我的目的。许愿，你说的是真的吗？不然呢？我爱的从来都不是你，而是你的钱，是你沉甸甸的大洋。许愿，你会后悔的。我是不是太过分了？毕竟他之前对我也挺好的，这么说会不会太伤他心？他好的时候是真好，但绝情的时候也是真绝情。小说里他可是始乱终弃的大渣男，任凭原主死在街头都不管。没错，这种善变的男人不要也罢，不值得留恋。还是钱来的实在，永远不会背叛我。我要努力赚钱，这东西比男人靠谱10000倍。居然敢骗我！大帅，您这是怎么了？记住，不要相信女人的鬼话，女人全都不值得信任。是因为许小姐的事吗？才不是，我可是堂堂大帅，怎么会留恋那么一个乡野村妇？要不要属下把她抓过来上上刑，给您出出气？不可！我根本就不在意她要嫁给谁。再说了，这种做法有失风度，传出去还以为我非她不可，我丢不起这人。沈团长，里面怎么回事？我刚听到他好像很生气。沈团长，大帅他可能是为情所伤了。大帅之前的事我也有所耳闻，当初不是大帅自己走的吗？怎么会为情所伤？说来话长，大帅之所以那么绝情，是因为那会儿叛军尚未完全解决，大帅担心身边有敌军安插的内奸，将他带在身边会有危险。
慢走哈，下次再来给你8折，全场第2件6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的越多省的越多。许小姐，我刚去了一趟大帅府，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外国钢人来商谈军火合作的相关事宜，大帅特意安排了一场欢迎宴。然后呢？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大帅好像对你有点误会，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跟他解释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尽快完婚。不去吧，我才不想再见到他。你不想尽快结婚吗？到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团长夫人，不会再有人敢来店里闹事。改天吧，你瞧瞧，我这2天生意正好着呢，去参加那个什么宴会，不是耽误我赚大钱吗？许小姐，这次宴会全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去，你想想，你穿着自己设计的旗袍，在那些达官贵人面前露露脸，搞好关系的话，以后的生意还会差吗？那还等什么？现在就走啊！果然来这儿的都是些贵妇千金啊！这些人最不缺的就是钱了。今天先在他们面前养养好感度，等这笔生意要是做成了，以后还不得发大财啊！你就是许源？我是，你哪位？哼，我是萧玉衡的妹妹，刚刚留洋回来不久。沈哥哥，我看你也不过如此嘛，是长得不错，但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吧？你说的对，我就是乡下来的。怎么了？沈哥哥可是以军校第1的成绩毕业，又跟着我父亲他们征战多年，身上战功显赫，你又凭什么配得上他？我说呢，一上来这么大敌意，原来是情敌呀！哼，我才不要和你做情敌。沈哥哥年轻有为，最少也得是个才学兼备、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才能配得上他。还有，你这样的根本不配当我的情敌。你说对吧，沈哥哥？萧小姐，我未婚妻就在这儿，你这样不太合适。我看你就是被他给迷了心智。那这么说，萧小姐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才学兼备、出身名门的千金小姐了？那是当然，本小姐可是留过洋的，我哥哥又是如今的大帅，我要才学有才学，要人脉有人脉。人脉这块我承认不如你，但才学可不是光靠嘴皮子说说的。好啊，本小姐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才实学，让你心服口服。Hello, what is your name? Hello, miss. My name is David. It i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Me too, me too. 不愧是萧大小姐，跟洋人都能这么轻松的交流。看到了吗？英语你会吗？他不可能会英语，也的确配不上沈团长。你们也太小看人了，这年头谁还不会几句洋文啊？我穿越过来前，别的文化课都不会，就英语是8级水平，这不就刚好来活了吗？什么？他说他会洋文，真以为英语是谁都会说吗？你应该是想在沈哥哥面前表现自己，才故意这么说的吧？许小姐，据我所知，以前的你可不会这么爱慕虚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说这洋文。大帅，还是别为难许小姐了。就算她没有任何学识，属下也愿意娶她为妻。Welcome here to discuss business. My name is Xu Yuan. Very good. Excellent. If you need any help, feel free to reach out to me. I'm happy to assist you. Thank you, miss. 许小姐的英语怎么听起来比萧小姐的还要流畅专业？她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怎么会？谁教你的英文？没有人教，我自学的。没想到他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在一起2年都没发现他还懂英文，看来以前他一直在骗我。大帅，许源他虽然出身低微，但能做到和洋人无障碍沟通，肯定是每日苦练、虚心学习的结果。看在他这份毅力上，还请您应允我和他成婚。沈哥哥，你不能娶她，单单会英文算不得什么，我还会别的呢，琴棋书画我样样都会。沈团长，结婚可是事关你一辈子的大事，人选一定要好好考量。许小姐，城府太深，不适合。萧大帅，您这话从何说起？我自认行事光明磊落，何来城府太深一说？你表面上无知善良，可背地里却偷学英文，可见你野心不小。为了一点大洋就狠心抛弃未婚夫，这还不是城府吗？大帅，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这些事徐云早就跟我坦白了。他之前是有一个未婚夫，但他那个该死的却是个负心汉，
他是被对方抛弃之后伤心欲绝才出来打拼的。哦，那你倒是说说，那个负心汉现在在哪？死了。抛弃许愿的当天，那个负心汉就掉下山崖，摔得粉身碎骨。这种人死不足惜。好一个负心汉，好一个粉身碎骨。大帅，您这是怎么了？你继续说。大帅，我和许小姐先相识一场，又缘分回浅。如果没有她当时全力救治，属下恐怕早就死在了山匪的手中。请您成全我们吧。请大帅成全。哥，你不能同意。许愿他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就算会点英文，也不可能配得上沈团长。你想想，沈团长先是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现在又在你手下屡建战功，许愿一点功绩都没有，他们两个在一起怎么能行呢？说的不错，许小姐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绩，这要是传出去，会让别人以为我苛待手下的功臣，随便找个人就打发了自己的心腹。大帅，属下不在意他有没有功绩，只要能跟他结婚，我保证。你不在意，我在意。我是没有公金，那么我想请问大帅，什么算公金？刚进来的时候，我听见你们交谈了。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单军火生意你们还没谈拢吧？而且进展的好像不太顺利。你想说什么？如果我帮大帅您谈妥了这单大生意，算不算得上是功绩？算。现在前线将士急需军火补充，如果你真有这本事，我算你大功一件。既然大功一件，那我能不能配得上沈团长，跟他结婚？原来有一天，你也会拼了命的想要嫁给别人。好，只要谈成，我就准你嫁给他。哥，他真的答应了。Let's go somewhere else to talk. Yeah, yeah. 哥，怎么办呀？他万一真的谈成了，可怎么办？谈成了最好。将士们急需一批军火，解燃眉之急。那沈团长呢？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成为沈夫人吗？安静。Excellent。搞定了。不仅比你们之前商谈的价格便宜10%，而且大卫还答应，以后有军火出售的意图，都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啊，这么快！天哪，10分钟就谈成了！徐小姐，厉害！许小姐真有本事啊，连我们大帅亲自出面都没办法轻易拿下的订单，她只用了10分钟就说服了洋人。怎么样，萧大帅，可以履行你的承诺了吗？你该不会是要反悔吧？这么多人可都看着呢，堂堂大帅亲口答应我的，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事就在大家面前失信吧？既然许小姐这么有才，又一心想要嫁给沈团长，那我就成全你们。太好了，什么时候结婚？时间在意，放心，到时候我会亲自主持婚礼，祝福你们百年好合。干嘛在意呀？那我还有个请求，将士们军火有了，衣服也得准备吧？你看这马上到冬天了，不如把衣服交给我来做吧。这许小姐真是个人精。你看我身上这旗袍就是自己设计的，把这个重任交给我，保准让将士们冬天又帅又暖和。许小姐设计这旗袍确实漂亮。许愿，你果真这么贪财？为了赚钱，什么鬼话都说得出口。你做的这衣服上不得台面，新一批的军装我另有人选。哥，这簪子不是母亲临终前交给你，要你送给未来嫂子的那只吗？怎么在她头上？坏了，这簪子是之前萧逸恒送给我的，今天参加宴会出门太着急，就随便拿了一个戴上，怎么拿的这个呀？你看错了，这天底下相像的簪子多了。我之前是送出去了一个簪子，只不过是个仿制的而已。真的簪子价值连城，更是母亲的遗物，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送人？好你个渣男！始乱终弃就算了，送我的东西竟然还是地摊货！你这个簪子哪里来的？一个追求我的人送的，只不过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这簪子也就是带着玩玩而已，不相干。宴会终于结束了，厕所在哪儿？憋死我了！
大帅，你怎么在这儿？听你说，跟我不相干。大帅，我就随口说说而已，能不能先让我过去？着急，人有三急。按你的意思，我不仅死了，而且是坠下山崖，死无全尸。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对吗？你先放开我！在你心里，欺骗我2年还不够，还要我死，对吗？你弄疼我了！我错了，我不应该盼着你死。呸！我没有盼着你死，我不这么说，万一我们2个之前的那段感情传了出去，不是对你影响不好吗？你会这么好心？那当然了，我才不是那种毒舌心肠的人呢。我们好聚好散哈，求求你让我过去吧，我真的很着急。你就真的这么喜欢他，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去见他？真的憋不住了。对，你说的都对，我就是着急去见他，我1秒钟见不到他都不行，求你了，让我过去吧。许愿，我不会放过你的。大帅，这外面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将士们过冬的衣服，您看交给哪家师傅来做？让许愿去做。大帅，您不是说许小姐设计的衣服上不得台面吗？现在军费紧张，过冬的军装又是一大笔开销，衣服的材质和质量不能降低，它的工费是最低的。大帅，您是怎么知道许小姐工费的？许小姐，有个好消息要带给你。什么好消息？那笔军火生意，大帅打算给我分成了吗？分多少？不是，是新一季军服的事儿。大帅父亲的意思是，军服交由你来设计制作，费用不是问题。真的吗？太好了，一言为定，不准反悔。所需的布料一会儿就会送来，还请许小姐保质保量，尽快完成。好的。对了，这件事跟大帅没有关系，你不用担心。好的。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订单给许源啊？他有这个能力吗？我哥真是糊涂了。这次真的要发财啦！还别说，他做的旗袍还真挺好看的，比我花大价钱找洋人设计的还要漂亮。布料质量还不错，我把这些布料都给换了，用自己的布料做军服。好啊，为了赚钱真是不择手段了，竟然敢私自偷工减料！我现在回去告诉我哥。大帅，按照您的意思，军服订单已经交给许小姐了，并且没有提到你。很好。哥，我就说不能给许小姐吧，她要偷换军服布料，偷工减料，中饱私囊。什么？如月，你能确定吗？哥，我刚才去了趟她的旗袍店，亲眼见到她一边摸着送过去的布料，一边说发财了，还说要把这批布料留下，用自己的给将士们做军服。这可不就是偷梁换柱赚黑心钱吗？为了钱，他竟然连将士过冬的衣服都敢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好大的胆子！你们来干什么？不会要反悔吧？我这都已经开始准备了，你们就算反悔也得给我误工费啊！你干什么？你果然打算偷换布料？你在说什么？我的确打算把布料换了，但我是光明正大的换，怎么能叫偷呢？将士们在外拼命厮杀，你却想在他们的衣服上动手脚来谋取利益。许愿，你真的再一次让我失望至极。哥，我觉得得把他关进大牢里才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哼，萧一恒，麻烦你搞清楚，我是换了布料，但我用的布料要比你们送过来的质量更好。你说什么？你自己摸摸，看哪个布料更暖和。我也知道将士们在外保家卫国不容易，我可是自掏腰包帮他们更换了布料，想让他们能过个暖和的冬天。居然是真的！你不分青红皂白进来就指责我，萧玉恒，让人失望的是你。抱歉，是我的错，错怪了。去取大洋来，许小姐更换布料的这些费用我出了。是。你闹这么一出，这下大家还以为我是奸商，以后生意都被你搅黄了。是我错怪你了，我可以补偿你。好啊，那你就补偿我，快点和沈团长结婚。你想什么时候结婚？明天。看来许小姐对他真的死心塌地，一点时间都不愿意等。没错，我巴不得今天晚上就嫁给他。大帅要是真想补偿我，不如成全我们，也算是行善积德了。哥，好，我这就命人安排你们明天的婚礼。大帅，
已经派人将大洋给许小姐送了过去，只多不少，不会让她自掏腰包。我命你严格按照上面的药方去抓药过来。大帅，您生病了吗？我没病，给许小姐送去。许小姐，她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头疼发作，之前喝这个药方是最管用的。明白。不要误会，我这可不是在关心她，只是不想她因为头疼耽误军夫制作的进度罢了。送给我的。这件旗袍是我花费2个月时间才设计出来的新款，可以说是镇店之宝。萧小姐气质又是绝佳，也只有你能配得上她了。我之前一直跟你作对，刚才还说你是奸商，你不怨我？嗨，什么作不作对的？我看你本性不坏，而且刚才也是为了将士们着想，我都没往心里去。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你人还怪好的嘞。对了，许小姐，作为回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据我这些天的观察，我哥应该是喜欢你。许小姐竟然不相信我哥会喜欢她，没关系，我来做我哥的思想工作，只要帮他把许姑娘追到手，沈团长不就是我的了吗？嘿嘿，我真是个小机灵鬼呢。哥，你在干嘛呢？看报纸。可我怎么感觉你在想什么人呢？该不会是在想许小姐吧？我没有。你报纸都拿反了，还狡辩呢？萧如月，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去找她的麻烦。放心放心，那可是我未来嫂子，我会和她好好相处的。什么嫂子？少在这里胡言乱语！还不承认呀？从小到大我是最了解你的，你肯定是暗恋人家许小姐，别想骗我。随你怎么想，反正我不可能喜欢她。哎呀，许小姐人美心善，马上要和沈团长结婚喽。那又怎么样？如果说我有办法让你立刻把她追到手呢？什么办法？我只是好奇而已，说来听听，什么办法？女人在生病虚弱的时候是最需要关心的。我刚看许小姐好像头疼了，这个时候你要是趁虚而入，不对，是趁虚关心。来，我再教你2招，一准能拿下许小姐的芳心。哥，你虽然答应了许小姐明日成婚，但只要按照我刚才教你的办法，今晚就把许小姐拿下了，也不算食言。到时候你和许小姐成一对，我和沈团长在一起，咱们皆大欢喜，好事成双呀！大帅，药已经严格按照您的吩咐抓好了，我现在送过去吗？不用了，我亲自给他送过去。大帅，您之前不是说再也不找许小姐了吗？此事事关沈团长未婚妻，我去探望她，也是为了能进一步笼络沈团长的心，让他全心全意为我办事。是。我烧了热水，你要一起洗吗？不用了，不用了。许小姐，你在家吗？不是，他怎么又来了？阴魂不散了是吧？那个大帅，我都睡了。开门，我有钥匙。我在洗澡，不太方便。我知道你没睡，开门。青山，我给你搓搓背。好。青山，你也给我擦擦身子，我这里自己够不到。给我擦擦这儿，还有这里也要，这样舒服吗？青山。这是沈团长给我准备的药吗？他怎么知道我头疼了？真贴心。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大半夜的，谁允许你进来我家的？你的身子我早就看过无数次了，还要裹这么严实吗？你有病吧？说这些干什么？我未婚夫还在里面。怎么，不敢承认了吗？谁不敢承认？以前是以前，那不是今时不同往日了吗？我现在可是马上要嫁为人妇的人了，自然得有点边界感才行。好一个人妇，好一个边界感。臭男人，你干什么？我未婚夫可还在里面洗澡呢。未婚夫，未婚夫，许愿，你就这么贪财好色吗？还没跟他结婚就一起洗澡？我跟谁洗澡，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不管是权力地位，或者是你想要的财富，我都比沈青山强吧？论长相，我也不比他差。说这些有什么用？萧一恒，你大晚上过来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抛下我？当初不是你揉下1万大洋抛弃我的吗？再说我明天都要结婚了，说这些有什么意义？能不能别再来打扰我了？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赚钱过日子。不能！我是来给你送药的，你每隔2个月就会头疼一次，什么药有用，你喜欢什么，害怕什么，我都还记得。我不能接受你嫁给别人。萧一恒，是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口答应要给我们主持婚礼的，你现在又发什么疯？
我后悔了，我后悔了。许愿，我喜欢你。这些天我寝食难安，日夜宿醉，我不能没有你。阿远，这药是怎么？大帅，您怎么会在这儿？你们这是在干什么？青山，我是专程来找许小姐，之前是我对她有误会，现在心怀愧疚过来赔礼道歉。不知道许大小姐愿不愿意给我次机会，原谅我？没事，大帅，您客气了，我一点都不怪您呢。毕竟青山是您最看重的心腹，给他挑未婚夫，肯定得谨慎一下才好。许小姐还真是个懂事知数的好女子。萧雨恒，你怎么还不走？等会儿要被看出来了。看来大帅终于认可阿颖了，这下应该不会再阻挡我们成婚了吧？大帅，以前可能是您对阿颖不太了解，等我们成婚之后，慢慢的您就会熟悉她的，她绝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说得对，我是不太了解许小姐，不知道许小姐愿不愿意给我个机会，好好了解。大帅，等我们结婚之后，您当然有机会更进一步了解她了，你说对吧，阿改？快点点头啊！先把这个婚结了，比什么都强。我许小姐想说什么？是要像青山说的那样，结婚之后我们再相互加深了解吗？我一个乡下来的女子，生性愚钝，对这些人情世故什么的一窍不通，都听你们安排就好了。许小姐确定要听我的安排？大帅，明天的婚礼我们还是尽量从简吧。如今世道动乱，属下不想因为结婚浪费太多财力。沈团长还真是时时刻刻心系着大局啊！心系大局是好事，但我更加不能让你娶她，我看着她一天到晚守护。大帅，我沈青山始主俸禄，就该为主分忧。如今战乱不断，百姓食不果腹，属下实在不忍心将婚礼风光大办，白白浪费财力物力。大帅，我沈青山始主俸禄，就该为主分忧。如今战乱不断，百姓食不果腹，属下实在不忍心将婚礼风光大办，白白浪费财力物力。大帅，属下请求将婚礼剩下来的钱换成粮食，明日婚礼之后分发给城中的百姓。好啊，不愧是我最看重的人。就按你说的，我即刻命人准备钱粮，按照你沈团长的名义，于明天在城中分发。谢大帅。他会这么好说话，我怎么就不相信呢？发粮一事我不仅不反对，还要大力提倡。但明天的婚礼，沈团长恐怕是结不了了。大帅，这是为何？我今天特意找人算了一下，明天日子不好，不宜婚嫁。好家伙，这理由也行吗？大帅，您怎么能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呢？有些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你是我最看重的部下，我不希望你因为着急这一两天而沾染上不好的气数。大帅，您今天到底怎么了？您可是在战场上杀人都不眨一下眼睛的，怎么会害怕这些东西？青山，这不是一回事。我能在战场上临阵杀敌，但也希望你能安然无恙的过安稳日子。婚礼推迟，就这么定了。大帅，那推迟3天行吗？29号，您看上面写的议嫁娶。3天够我拿下许愿。好，就定这个。阿月，婚礼推迟3天，你愿意吗？愿意，愿不愿意的还能咋办啊？他都那么说了，我也没招了。大帅，过几天我就得奔赴前线了，3天后结婚时间已经很着急了，这次不会再推迟取消了吧？放心，这次我绝不会再取消。只是3天后，许愿还愿不愿意嫁给我，就不好说了。用了如月给我出的主意后，明显能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比之前缓和了很多。3天，我一定要把他拿下。许小姐，记得按时喝药，喝了药头就不会疼了。阿元，这药是大帅送来的，他怎么知道你头疼要喝什么药？我这个气死我了！
萧一恒，你是拍拍屁股走人了，给我留这么一个烂摊子，你让我怎么解释？阿元，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帅是不是早就认识了？没有，我就是一个乡下出来做生意讨生活的，怎么可能认识大帅那样的人物？那大帅是怎么对你这么了解？我都不知道。你头疼，该喝什么药？我知道了，应该是萧小姐来店里买旗袍的时候，我刚好头疼，肯定是她回去给大帅说的。至于药方，头疼发作症状应该都差不多，大帅可能就是找军医开的吧。哥，还有心思在这儿喝茶呢？今天可是沈哥哥和许小姐结婚的日子，你还有这闲情逸致？看来昨晚的计划挺顺利的呢。还算不错吧。今天日子不好，我将他们2个的婚礼往后推了3天。3天？哥，你该不会是放弃许小姐了吧？不会，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弃她。许愿她生是我的人，死也是我的鬼。哦，看你这副样子，是有把握3天之内攻略下许小姐的芳心了？当然了，还得如愿你帮我出谋划策。不错不错，3天之内，本小姐必帮你拿下她。萧大师，您有什么好办法，说来听听。这女人啊，你就得惯着，不能说你现在是大帅，身份斐然，就端起来个架子，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在外面你可以高高在上，但是在喜欢的女人面前，还是要适当的低头服个软。我跟你讲，女人都可吃这一套了，大男子主义那一套现在早就行不通了。好的，大师，我都记下。然后呢，就是要投其所好，满足她的一切梦想。你需要搞清楚许小姐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钱？哈？我说的没错，她现在最爱的应该就是钱，其他别的东西，她现在应该都不怎么感兴趣。君子爱财都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女人当然也可以啦。尤其是像许小姐出身不太好的，她喜欢钱也很正常啊。你现在可是堂堂大帅，满足许小姐这个小愿望应该不难吧？别那么抠抠搜搜的，把最好的、最值钱的都给她送过去。那我该送些什么呢？送的是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贵，重要的是很贵，就那种价值连城，你懂吧？要让许小姐看到你的诚意和真心。诚意和真心。对啊，送礼物就是表现诚意和真心最直接、最有记忆点的方式。大师，我悟了。来人！大师，我悟了。来人！大帅，您有何吩咐？去给我把金库里最珍贵的首饰礼品全部拿来。这是金库的钥匙。是。另外，再取出100根金条来。等等，这第一次送礼，送金条就太俗气了，也容易吓到许小姐。这件事儿还得循序渐进着来，这样反而她更容易接受。先送首饰，看看许小姐的态度。那就先取首饰来。遵命。那我是亲自送过去好，还是差人送她更好接受？你先别过去，送礼物的人选我都给你想好了。谁？我来替你送礼物给她，这样我们女孩子家的坐在一起才好谈心。那你哥我的终身大事，可就交到你手上了。你一定不能失手啊！放心，这也是我的终身大事。沈哥哥，我可喜欢好多年了。你要取的东西拿来了。如月，你看这些东西怎么样？够不够值钱？不行，太老气了。虽然值钱，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够精致。换一批来。是。对了，我那还有几颗百年人参，也一块带过来，给许小姐补补身子。哎，对了，作为男人要会心疼人。不错，这次的许小姐一定会喜欢。交给你了，去了，可千万记得帮我说好话。放心，许小姐是我认定的嫂子，绝对跑不了的。你们几个
跟我来。许小姐，我来看你了。萧小姐，萧小姐，这是……这些都是给你的，真的吗？这些，还有这千年大人参，得值老笔子钱了吧？都是给我的。没错，这些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哇塞，许小姐可还喜欢？喜欢，这我可太喜欢了。多谢萧小姐的好意，只不过送我未婚妻的礼物太贵重了，你是有什么诉求吗？也是啊，无功不受禄，我也没送你什么东西。萧小姐，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么值钱的东西？是这样，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哥准备的，他怕打扰到许小姐，特意让我过来送。是他送的。大帅昨天刚说推迟3天婚礼，今天又派人送来这些，他到底想做什么？不行，必须得想个办法支开他，不然我不好开口。是这样的，沈哥哥，你和许小姐不是快结婚了吗？大帅他十分重视，所以就想着贺礼按最高规格的给你们，也算是对你这么多年履历战功的一种肯定，希望你再接再厉。原来是这样，萧小姐，麻烦你回去的时候转告大帅，我沈青山一定誓死追随大帅，鞠躬尽瘁，肝脑涂地，绝不会辜负大帅对我的期望。对了，大帅他找你好像有事商量，你赶紧过去一趟吧。我这就去。许小姐，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我哥送来的贺礼，是他专门送给你的礼物。专门给我的？他为什么送给我这些？许小姐，你这还看不出来吗？我哥他喜欢你啊！真是，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送我，现在我马上都要跟别人结婚了，又跑来献殷勤，男人啊！可是我马上都要结婚了，他现在搞这一出，还有什么用？结了婚还可以离啊，更何况你们现在还没离婚。再说了，那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现在这世道，找个有能力、有地位的男人，多不容易啊！你看哈，我哥首先第一，长得很帅，这个你承认吧？没错，他是长得有几分姿色，对吧？他现在又是堂堂大帅，手握重兵，你想要的财富、面子、地位，只要嫁给他，哪个不是唾手可得？关键是他还爱你啊，何必在这儿受这苦？可是开一家服装店也是我的梦想。话是这么说，但你总得能赚到钱吧？你现在生意咋样？还行吧。最近天气转凉，来到人比之前少了那么一些。你看吧，自己一个人做生意还是不容易。都进来吧。姐妹们，这家店是我未来嫂子开的，里面的旗袍、衣服款式都很漂亮，你们没事就来多转转哈。既然是大帅的未婚妻，那我们肯定得多来光顾光顾。这姑娘到底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竟然能嫁给大帅，真是羡慕死我们了。只要你愿意嫁给我哥，光是大帅夫人这一个名头，就能让你店门槛被踏冲。大家别着急哈，一个一个来。看到了吧？只要你成为我嫂子，
这种状态就是你以后每一天的生意现状，而且还会一天比一天好。怎么样，许小姐，心动了吗？肖小姐，你说什么？等等哈，我先给客人们算完账的。大帅，您找我？我没找你。不是肖小姐说您找我有要事商量吗？应该是如月嫌他碍事，把他支到我这儿来了，那我也要帮他拖住。对，我想起来了，我找你下棋来着。下棋？现在？来，陪我下一盘。大帅，您怎么突然想下棋了？好久没有跟你下过了，正好今天有时间。大帅，以前我们下了那么多盘，我一次都下不赢你，这次估计也没什么长进。青山啊，这几天我仔细想了想，你好像也不用着急结婚。以你的公斤和能力来说，就算到30多岁，甚至是40岁结婚也不算晚。大帅的意思是，之前是我太心急了，一直想让你有个归宿。但我看你一心只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结婚的事先放一放。仔细想想，好像也未尝不可。大帅之前明明让我尽快结婚，现在为什么又说可以先放一下？难不成他在试探我，或者准备给我安排其他人结婚？大帅，我之前的确不着急结婚，那现在呢？什么想法？他果然是在试探我是不是真心想和许愿结婚。大帅，属下自从遇到许小姐后，发现其实尽快成家也是有好处的。许小姐对我情真意切，我也对她很是喜欢，我想这就是缘分吧。缘分。所以你还是想尽快结婚？没错，属下不想错过许小姐这么好的女人，想尽快娶了她。大帅，你输了。看来你的棋艺又精进了。大帅，不是我棋艺进步了，而是您心乱了。我这拖延1个小时了，不知道如月那边情况怎么样，还顺利吗？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到？从我刚才进来那一刻起，您就心神不宁的，是有什么烦心事吗？没有。青山，你多虑了。对了，我妹妹如月带去的那些礼物，许小姐可还喜欢？当然了，那些新婚贺礼是送给你和许小姐2个人的。感谢大帅厚爱，属下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许小姐说什么了吗？她喜不喜欢？许小姐说什么了吗？她喜不喜欢？大帅怎么看上去正在意阿元？我知道你对贺礼这些不看重，但你有战功在身，又对我忠心耿耿，所以礼物我自然要亲自挑选，万不能随意应付。所以我特意选的都是许小姐可能喜欢的东西。如果她喜欢的话，那我也就能安心了。没想到我在大帅心里的分量这么重，贺礼都是精挑细选的。大帅您放心吧，阿元他很喜欢您送的礼物。真的吗？千真万确。那就好，那就好。果然女人最懂女人，看来这回真的有戏。大帅，您在说什么？什么有戏？我想到破局的方法，赢你真的有戏。来，你我再下一盘。啊？还下呀？这才哪到哪儿？今天必须下个痛快。5局3胜，不对，7局4胜
怎么样，许小姐，嫁到我们家来当我嫂子，以后我天天来找你玩，帮你引流做生意。等等哈，萧小姐，我先去照顾这些上帝们。别着急啊，先说正事儿，让他们自己挑一会儿。哎，不行，我得给他们讲解我的设计灵感，不能让人家稀里糊涂就买了。那我就等着，今晚我也不回去了。欢迎下次再来啊，给你打8折。一下午一口水没喝，渴死我了。沈哥哥，别着急，我马上就说服他了。萧小姐，你下午那会儿说什么来着？你忙完了？那托萧小姐您的福，今天让我赚麻了。走，今晚咱去下馆子，我请客。下什么馆子？该说正事了。我哥昨晚可是一直哭着闹着说想你，让我一定要来找你。他那么高傲的人，还会哭，还会闹，差点没拉住他上吊了。上吊？萧一恒那种人还会为了一个女人寻死觅活？我早就不相信。许小姐，我说的都是真的，从小到大我是最了解他的。他这人就是嘴硬心软，可能表面看上去有点高傲，有时候还会让人感觉很绝情。没错，他这个人最是绝情了。哼！我听说了你们两个之前的事，但你仔细想想，他现在身居高位，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这些年虽然战乱被平定了不少，但还是有潜在威胁的，有不少人想杀他，那他肯定也得为爱的人考虑。如果你是大帅，你身边可能随时会有人想取你死命，你会带着心爱的人一起走吗？那你的意思是，萧一恒不是负心汉，他当初抛弃我是因为害怕我有危险？对啊，不然你以为呢？好像还真是。原小说里，原主不是要死要活的跟着萧一恒走了之后，最后就是被不明身份的一伙人给打死在了街头。那不对呀，如果萧一恒真喜欢他的话，应该不会任由他暴尸大街上，不给他收尸吧？许小姐，你听我的，我哥他真的很喜欢你。真的吗？该不会是你想追沈团长，所以故意在这儿瞎编的吧？不是，我对天发誓，绝对没有瞎编。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我哥这么在意一个人，真的。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一到晚上就借酒消愁，就是因为得知了你马上要嫁给别人。萧一恒真这么深情？护城第一深情。你这一下子太突然了，萧小姐，让我先消化消化。哎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么好的男人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还不快跟我回去，抱住萧一恒，泪流满面的大喊：我愿意！你等等，这也太仓促了，你好歹也让我考虑考虑吧。那行，你今晚好好考虑考虑吧，明天一早我再来。你干嘛去了？唉，大帅拉着我下棋，一下就是18局。这么多，你赢了几局？连赢18局。连赢了他18局。看来他也不是很聪明嘛。许小姐，我刚才跟你说的，记得好好考虑下啊。你们说了什么？沈哥哥，我有点事儿要找你说。怎么你也有事找我？萧小姐，你有什么事就快点说吧，太晚了。你单独跟我一个大男人待在一起，会影响声誉。影响什么声誉？我可是大帅的妹妹，谁敢在背后嚼我的舌头根子？的确，萧小姐你不怕影响，可我是有未婚妻的人，
更何况我们马上结婚了，还是适当避嫌比较好。沈哥哥，别去许愿了。萧小姐，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两个不合适。你身份这么高贵，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又来了。如果你非要一厢情愿的话，到头来只会徒劳无功。还停！我来找你不是说这个的。我们两个合不合适的先不谈，现在重点是你和许小姐，你们两个不合适。萧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和阿根情投意合，马上就要结婚了，怎么会不合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哥喜欢许小姐。什么？大帅怎么可能会喜欢阿元？他们两个才刚认识几天。你错了，他们两个其实已经认识2年多了。许小姐跟你说的那个负心汉你知道吧？就是我哥。什么？大帅是负心汉？不是，大帅是他之前乡下救的那个未婚夫。对的，他们两个相处2年，感情一直都很好。只不过后来我哥回来的时候，因为担心他的安全，所以才说了那些抛弃他的那些狠话。但实际上，我哥一直心里都有许小姐。难怪大帅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反对我们两个结婚，后来婚礼的时间又一拖再拖。你看吧，是这样的，我哥其实很在意许小姐。怎么样？现在沈团长，你还要跟许小姐结婚吗？大帅既然喜欢她，那阿捆喜欢大帅吗？据我对女人的了解，和这几年留洋学的心理学上来看，他肯定是有些喜欢的，只是嘴硬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你说的也是，两人毕竟在一起待了那么久，许小姐就算心里再有怨气，肯定多少也是喜欢大帅的。所以呢，沈团长这是要知难而退了吗？既然是大帅的人，那我说什么也不可能去染指。反正我和阿元也只是逢场作戏，各取所需而已，没有真的感情。知道就好，恭喜沈团长重新恢复单身。那你可以重新考虑考虑我吗？我奶要生了，有点事儿，先走了。喂，沈青山，你这个负心汉，你给本小姐回来！哎呀，好烦啊！该死的萧逸恒，分手了还不消停。我承认之前是有点贪图你的美色，但我现在不喜欢你了，一点都不喜欢，不喜欢，喜欢，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喜欢。烦死了，这次不准，再来。喜欢。有时候还是得遵从自己的内心比较好，不要刻意去逃避。你吃橘子吗？我不吃橘子皮。你都知道了。阿元，你真的喜欢大帅吗？青山，其实我不叫许愿，我的真名叫许愿，许愿的那个许愿。你喜欢大帅吗？你喜欢大帅吗？如果你真的喜欢大帅的话，就应该和他在一起，而不是为了寻求庇护跟我在一起，枉费自己美好的青春时光。那你呢？不跟我结婚的话，萧逸恒要是再让你结婚，你的女儿身不就暴露了吗？这个你不用管，我已经想好了，你我都不能再逃避下去了。有的秘密迟早会暴露，倒不如坦然面对。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准备找个机会跟大帅坦白我的身份，不管结果会是什么，我都接受。反正我们两个在一起也是为了各取所需，你嫁给大帅也不用再担心有人敢来找你麻烦了。我现在就去找大帅，向他说明情况，取消我们的婚礼。等等，我还没说我喜欢他呢。你刚才的反应已经说明了。如约都去这么久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该不会出问题了吧？大帅，您还在回味棋局吗？青山，你怎么又回来了？正好坐下，再陪我下两局。大帅，我是来找你聊聊我和许小姐的婚事。哦，你又等不及想提前结婚了吗？不是，我想取消婚礼。你说什么？取消婚礼？是的，大帅。不是说你们两人情比金坚，已经互相认定了彼此吗？大帅，很抱歉欺骗了你。其实一开始我和许小姐就没有感情，只是逢场作戏，各取所需罢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什么叫逢场作戏，各取所需？许小姐刚开始开店做生意的时候，有几个流氓去骚扰她，我出面帮她解决了麻烦，所以她就想嫁给我，利用我的身份帮她保全旗袍店。原来如此。那你们两人之前在公开场合说的情投意合、感情深厚，也是演出来的？是，为了不让其他人相信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才结婚的。你刚才说是各取所需，那你这么做的需求是什么？你跟他结婚又能得到什么？大帅，其实我有个秘密，一直没让任何人知道。只要许小姐意外发现了，我想让她帮我保守这个秘密。什么秘密？能说给我听听吗？其实我是……不好了，哥，许小姐不见了！怎么回事？她怎么会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啊，许小姐她就是不见了，店里现在也变得一团糟。别着急，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跟沈哥哥聊完之后去吃了顿饭，然后就想着回去再找许小姐谈谈，结果就发现她不在店里。有没有可能是回家去了？你去她家里找了吗？我没有，她店门敞开着，里面的东西全被砸烂，衣服丢得满地都是。不好，她平时最看重自己的衣服，绝对不会搞成这样，更不会不关门就回家，肯定是出事了。来人！大帅，立马召集警卫连所有人手，给我找人！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绑我？快放开我！知不知道我未婚夫是谁？你们敢对我动手，他不会放过你们的！就是因为知道你是沈青山的未婚妻，才不能放过你。放开我！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忍忍吧，小姑娘，很快就过去了。我也不想杀你，可谁让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干什么？大哥，这娘们再怎么说也是沈团长的，我们动了她，万一东窗事发，你我二人小命肯定不保。可是我们已经收了雇主的钱，人家明说了，必须要他死。大哥，我求你，你行行好，放我走吧，我给你钱，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钱。闭嘴！放开或者离开，我们还能有命活吗？大哥，不如这样，我们把他带回去交给雇主，要杀要剐，让他自己动手，这样就算出了事，也不容易不牵连我们。对对对，把我交出去，才不会连累你们。事到如今，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了。希望沈青山发现我不在，会来救我。你们想啊，你们把我交出去，不仅赚到了钱，就算到时候事情败露，沈团长肯定也是找杀我的凶手，跟你们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废话少说，别想在这拖延时间，走。老板，你要的人我们给你带过来了。不是让你们杀了他吗？带过来干什么？老板，留着他还有用。是这样，老板，外面人多眼杂，
我们没找到太好的机会，就想着带到这儿来，让您亲自动手，这样不是更解恨吗？说的也是。还记得我吗？是你，你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自从你来开了家破旗袍店，整条街的生意都被你给抢光了。一个乡下来的，初来乍到就敢这么做生意，不地道吧？上次来我店里的那2个混混也是你找的吧？是又怎样？我知道你背后有靠山。上次我找的人碰到了沈青山那个家伙，确实是没办法的。沈青山在哪，他还能保得住你吗？你别过来！你要是敢杀我，沈团长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还敢威胁我？别说我杀了你，他沈青山不知道，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老娘身后也有靠山，而且比他官大一级。你不就是想要生意吗？放我离开，我立马关了旗袍店走人就好了，整条街的生意都还给你，这样总可以了吧？你真当这条街是菜市场吗？你想来开店就来，想走就能让你走。那你想怎么样？我把这些天赚到的钱都给你，行了吧？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吗？你这么贪财的一个人，会心甘情愿把钱给我？我给你，我都给你。我自己还有7000大洋的存款，只要你放我走，这些钱都给你。7000大洋？哟，看不出来你还这么有钱呢，都是靠着这张脸勾引的沈青山才得来的吧？别说，他这张小脸还真挺漂亮。等会儿把他办了，让你们爽爽。好啊！老板，这小妞真的能给我们玩玩吗？我可以给你们钱，求你们放过我。想让我放过你，可以啊，自己把衣服脱了，用你勾引沈青山的本事，也让我这2个小兄弟开心一下，正好也让我学习学习，长长见识，看看你是怎么靠这张脸和身子上位的。我没有勾引他，我不会，求求你让我走吧。你才刚来多久就能勾搭上他，还马上就要结婚了，这手段绝对不一般。感谢老板给机会，让我们兄弟俩也能体验一把这小妞的功夫。动手吧，我也在一旁欣赏一下，不介意吧？呼吸，冷静，必须冷静下来。不介意，不介意，有个人在旁边才刺激啊！你别过来！我警告你们，要是不想摊上麻烦的话，最好别碰我。脾气还挺倔的，希望等会儿你的表现别让我失望。救命！救命！这地方可是在郊外，附近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你就尽情的喊吧，越喊老子越喜欢。给我，不要碰我！把他身上绳子解开吧，不然他这手脚不便的也碍着你爽了。反正我们这么多人看着，他也跑不了。我怎么没想到？好嘞！必须想办法。跑？往哪儿跑？跑什么？哥哥等会儿让你欲仙欲死，让我好好疼疼你！放开我！快来人啊！救我！大哥，差不多了，你又拉着我干什么？怎么，你心疼他了？大哥，还是算了吧，我们还是快走吧，把他交给老板处置就好，不要再多生事端了。怕什么？反正我也要杀了他，临死之前再玩玩他又能怎样？就是，你这个畏手畏脚的废物，你不玩别碍着老子。懒得理你。这么水灵的妞，老子还没玩过呢。这么水灵的妞，老子还没玩过呢。能被老子宠幸一回，也算让你享福了。敢咬老子？等会儿爽完了，老子亲自送你上路。这房子不是没人住吗？怎么开灯了？过去看看。大哥，有人来了！你们去看看，别让其他人进来。救我！不想死的，都给老子滚远点！听到没有？不好意思，我马上走，马上走，快走走走走。
小妞儿，等着急了吧？我这就来了。这下清静了，咱们接着说正事。刚才外面什么情况？没啥情况，就是2个上山砍柴回来的过路人，不碍事，已经被我赶走了。你不会以为是你那个沈团长来救你的吧？还是别妄想了，好好伺候老子，没准一会儿我还能给你个痛快，让你少受点罪。这会应该已经有人发现我不见了，我必须想办法拖住他们，才有机会得救。但他们背后也有靠山，沈青山现在明显已经压不住他们了，必须想点别的办法。等等，我有话说。怎么这么快就要开始交代医疗了吗？我可还没玩够呢。你们不能动我背后的靠山，你们根本得罪不起。我承认沈青山的确有威慑力，但我跟你说过，我背后的靠山比他还高一级。我真正的靠山不是沈青山，而是萧一恒。你的靠山再高，高得过萧一恒吗？均已搜寻无果，这么晚了，许小姐她到底能在哪儿？全城都快翻遍了。旗袍店里乱成那个样子，桌子椅子都翻了，她肯定是遇到危险了。谁要是敢动他，我必将他碎尸万段！报告大帅，城中全部搜查完毕，没有找到许小姐。报告大帅，城南和城北全部搜过了，没有发现许小姐的踪迹。城西呢？城西找了吗？大帅，已经派人去找了，但是城西那一片有大量难民聚集，地形非常复杂，外面还有一大片郊区和山林，恐怕一时半会儿很难有结果。即可前往城西，加派人手，就算挖地3尺也要给我找到许愿。其他地方都找过了，许小姐应该就在那边。走。萧玉恒什么人，不用我多说了吧？冷厉无情，杀伐果断。你们要是敢碰我，他一定会把你们撕碎的。哎，真的有用，他们好像真害怕萧一恒，我有救了。萧一恒是谁？干什么的？不认识，没听说过。很厉害吗？萧一恒你们都不知道，还怎么在这地方混呀？那你倒是说说这个萧一恒什么来头？萧一恒就是当今的大帅，怎么样？我可是大帅的人，你们的靠山再厉害，比得过大帅吗？我看你是死到临头了，故意吓唬我们是吧？真以为我们不知道大帅是谁吗？大帅名字叫萧振远，根本不是什么萧一恒。什么？几年前我有幸远远地见过大帅一次，大家都说他的名字叫萧振远，你吓唬人之前也不打听清楚，真是可笑。原来是胡编的，刚才还真把我给唬住了。我想起来了，萧一恒之前给我提过他父亲就叫萧振远，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们消息有点太低缩了吧？也对，大帅可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能了解到的。这话什么意思？你们只知道几年前大帅名字叫萧振远，却不知道他儿子叫什么。他儿子叫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来告诉你们，萧振远的儿子就是萧一恒，几个月前他刚退位，如今担任大帅的就是他儿子萧一恒。对，没错，许愿就这样拖住他们，也就是我的靠山。我们本地的都没听说过的事儿，你一个外来的怎么可能知道大帅换位？我当然知道呀，大哥。我不仅能准确地说出现任大帅的名字，我还清楚地知道他这几天都干了什么。谁知道你说的这个萧一恒是真的假的？这还用问吗？肯定是他随便编了一个名字，在这吓唬我们呢。大帅是什么人？权力地位至高无上，怎么可能跟他这种乡下来的有交集？说的也是，还清楚的知道大帅干了什么？你算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会玩点阴险手段，勾引沈青山的贱货罢了。以为自己是谁呀？我说的是真的，现在的大帅真的是萧玉恒，我真认识他。就你这样的，拔干净了站在督军门口，也只有挨冻的份儿。等等，大帅好像真的叫萧玉恒。你说什么？我也是刚才想起来了，前几天听我一个兄弟说，在天生酒楼遇到了大帅。对，就是天生酒楼。然后呢？他说大帅的确换人了，现在这个比较年轻，好像就叫萧玉恒。他说的是真的，难不成他真的认识大帅？当然认识了，不然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你们别信他的话，
一个乡下来的能勾搭上沈青山，已经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大帅是什么级别的人物？那可不是沈青山这种小小的团长能比的，不可能认识他。我都知道大帅现在换人了，还知道他去过哪儿。要是不认识他的话，怎么可能会这么清楚？我看就是你从沈青山嘴里套的话。我可没有问过沈团长任何关于大帅的内部消息。我真的认识大帅，我不仅知道他去了天生酒楼，我还知道他是去主持婚礼的。我想起来了，大帅好像是去当什么证婚人的，听说最后不知道因为什么还取消了婚礼，对吧？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只听说前几天天生酒楼有人结婚，最后好像是新郎新娘当众闹翻脸了，然后就取消了。没想到大帅还去了。天生酒楼婚礼取消的事儿，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猜结婚的是谁，但谁也说不上来。有人故意封锁了消息，应该是沈青山想低调结婚，所以当初参加婚礼的都是他和萧一恒的亲信，对外做了保密。封锁了消息的事儿我都知道，这下你们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大帅的确去了天生酒楼，那也是沈青山告诉你的。不是，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不是什么？难不成是大帅亲口告诉你的？你有这个本事吗？有道理，平常普通人肯定不可能知道关于大帅的事儿，但沈青山再怎么说也是大帅麾下的，能接触到大帅很正常。这些肯定都是他从沈青山那里问来的，没准他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沈青山，而是傍上大帅。好啊，兴许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勾引上沈青山还不满足，你竟然吃了雄心豹子胆，连大帅都敢觊觎。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又成觊觎大帅了？哼，还不承认是吧？对大帅的行踪那么了解，不是觊觎是什么？我之所以知道大帅去了天生酒，是因为那天的新娘就是我。什么？你是新娘？没错，我就是那天的新娘，只不过婚没结成罢了。这怎么可能？天生酒楼平时吃饭都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更何况是包场办婚宴。你一个乡下来的，一没背景，二没人脉的，能在那儿办婚宴？就算是沈青山，恐怕也没那个能耐在天生酒楼结婚吧。沈青山有没有能耐我不知道，但让他结婚是大帅的意思，大帅的面子总该能在天生酒楼办酒席了吧？你是说大帅帮你们开了绿灯去办酒席，还亲自去给你当证婚人？是这样的。真是笑话！大帅日理万机，怎么可能会有功夫给你这种小人物证婚？你忘了吗？我的未婚夫是沈青山，大帅给自己的属下证婚有问题吗？是吗？可我怎么听说沈团长一门心思都在建功立业上面，对儿女情长这些根本就不重视。之前有不少人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但他都明确表示35岁之前不会考虑成家，要专注于建功。怎么到你这儿才刚认识1个月不到，就已经跟你结婚了？我承认你有几分姿色，但想让沈青山那么固执的人放下最看重的战士，立马跟你结婚，你觉得可能吗？那是因为……看来沈青山就是个战场狂的事大家都知道，但她是个女人，又面临被萧一恒发现秘密的境地，其他人又不知道。沈青山如果是迫不得已，必须要尽快结婚呢。我看你就是瞎编的，那天结婚的根本不是你，你根本没去过天生酒楼。我真的去了，我还能说出那天参加婚礼的人都有哪些，还有大帅都说过什么话。老板，别跟他废话了，要我说，直接让我先办了他再说，我憋不住了。急什么？今天他又跑不了，再陪他玩玩又能怎么样？那我先把他衣服扒了，你再问他，这样让我们兄弟俩先过个眼福。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倒要看看他没穿衣服还能编出来什么东西。你们干什么？我真是大帅的人，谁敢动我一下，你们都得死！大哥，还是别碰他的好，免得惹祸上身。我总有种预感，他真是大帅的人。你又成大帅的人了？刚才不是说跟沈青山结婚了吗？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一直拦着我不让快活，这女人满嘴谎话，怎么可能是大帅的人？大哥，你听我一句劝，动了他，我们80%得完蛋。哼，你小子还真让他3言2语的就给糊弄了。今晚我们玩爽了再，到时候随便找个没人的山沟里把他处理了。就算沈青山发现人不见了，也找不上咱们。再说了，
就算事情败露，老板不是说了吗？他背后的靠山不比沈青山差，你慌什么？到时候真出了事，他会保我们吗？如果这女的真是大帅的人，他保得住我们吗？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大哥。大哥，你就听我的，别碰他，咱们目光要放长远一点。等拿了钱，到时候有的是女人让潇洒。你说的在理，可这么一个大美人在面前，不让我碰，我实在忍不住，浑身刺挠啊！那这样，我们静观其变。如果确定了他跟大帅没关系，你再动手也不迟。退1万步来讲，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的确去过天生酒楼，也确实是那天的新娘，那又能怎样？还不是没嫁成，被大帅取消了婚礼。取消婚礼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大帅他喜欢，的确有原因，是因为大帅根本看不上你。人家沈青山再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算娶老婆也要找门当户对的人才是。有多少豪门千金想嫁给他都没成功，你不过是凭着那点见不得人的功夫，暂时性的迷惑住了沈青山而已。我怎么就迷惑他了？你能不能别胡乱脑补了？我们2个是自愿结婚的好吗？还不承认？就算沈青山头脑简单神志不清，但大帅是什么人，自然能看穿你那龌龊心思，肯定不会让你得逞。所以当然不能让你嫁给沈青山了，婚礼也就自然而然被取消了。那这么说，他非但不是大帅的什么人，而且大帅还很讨厌他。那还用说，这种贱货哪个正经男人不讨厌？我今天弄死他都算为民除害了。不是大帅的人就好，那我就不怕了。那就惩罚他死之前，再好好伺候一下老子。他就不可能认识大帅。这种靠着身子上位，又抢别人生意的人，死有余辜。也算是便宜他了。临了之前，再做一回女人。别过来，你们最好快点放了我，不然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哼，后悔？我们为什么要后悔？死到临头了还敢威胁我？因为大帅一定会要你们命的，真是笑话。现在前线战事吃紧，正是用人的时候，尤其还是像沈青山这种好手，大帅自然很重视。而我帮大帅解决了一个勾引沈青山的祸端，少了这么一个讨厌的贱人，你说他是该高兴呢，还是该来找我们兴师问罪？你错了，大帅他根本不可能讨厌我，恰恰相反，他喜欢我。你听到了吗？他说大帅喜欢他。我看他是知道自己今天死到临头，已经被吓傻了，在这儿胡言乱语。姓许的，别以为勾引一个沈青山就能为所欲为，觉得天下的男人都得喜欢你。要不要我撒泡尿浇你头上，让你清醒清醒？就你这样的，进得去大帅府的门吗？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和大帅2年前就认识了，是我救了他的命，并且他答应要娶我为妻。哼，他这张小嘴看着不大，是真能胡掰扯啊！大帅救命恩人都来了，是不是等会儿你的身份就该变成大帅的亲妹妹了？大帅的妹妹我认识，就是她告诉我说大帅喜欢我。一群废物，这么多人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大帅，城西我们现在已经找了一大半，没找的地方只要那边。那一片偏僻人少，许小姐应该就在那边。大伯，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差不多跟我一样高，白白净净的？女孩？
白白净净。没看到我们一路从那边砍柴回来，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呀？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人好像也没有。长官，这一路几乎都没人居住，也没人会来这儿，只有我们平时上山砍柴才会走。怎么办呀，哥？前面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会不会找错方向了？传我的命令，再加派人手。大帅，我们已经加派了2次人手，可差遣的人都已经在找了。那就再去别的地方抽调人手，不计一切代价给我扩大搜索范围。半个小时之内，我要见到许愿。是。对了，长官，刚才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我俩刚才回来，看到了一个亮灯的屋子。对，是有这么回事儿。那个屋子之前我们路过的时候，一直都没人住，我们还在里面休息过。刚才我们路过的时候，里面亮着灯，我们刚想上去查看，结果就有2个人出来让我们滚。这2个人长什么样？太黑了，看不太清楚，好像是蒙着面。对，是蒙着面，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拿着刀，当时给我吓坏了。那个屋子在哪？从这儿一直往前，在岔路口右转，走个几百米就差不多了。快！大帅的妹妹，你们应该听说过吧？我下午那会儿还跟她聊天来着。大帅的妹妹我当然知道，萧如月，萧小姐，几年前还来我店里买过衣服。对，就是萧如月。她今天跟我聊了很久，就是她告诉我，大帅一直喜欢我的。你们要动我的话，最好掂量掂量后果。萧小姐，我的确得罪不起，但人家萧小姐什么身份？又刚刚留洋回来，身边围着的不是名门贵妇，就是豪门千金，你算哪根葱？一个乡下来的贱货，萧小姐怎么可能跟你交好？怎么不会？她可喜欢我送她的旗袍了，还说让我当她嫂子，以后介绍生意给我。还帮你介绍生意？我可听说萧小姐一直爱慕沈青山，你勾引了她喜欢的男人，她不扒了你的皮，都算你命大。我说的都是真的，萧小姐人性格很好的，她一开始是因为沈青山的缘故不喜欢我，但我们2个坐下来把话说开就好了。别做梦了，就算是我这种跟萧小姐有交集的，平时想见她一面都难，你有什么资格跟她坐下来交谈？是因为萧小姐发现大帅喜欢我，就想着撮合我跟大帅2个人，让我当她嫂子，这样她也能如愿和沈青山在一起。不信你们可以去我店里看看，那儿还有她带给我的礼物，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不过今天就算说破天也没用，我只不过是有兴致在这逗你玩玩。你听我说，如果你现在放我走，我可以当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保证不会找你们麻烦。我现在没耐心了，等你到了下面再来找我麻烦吧。你干什么？我警告你别过来，大帅马上就来了。好啊，既然你这么有本事，那就让大帅来看看我是怎么折磨你。就是用这张脸勾引男人上位，然后抢我生意的，对吧？我先就毁了他，让你好好看看自己的脸有多丑陋！不要！老板，这种脏活让我来就好。现在划烂他的脸，我就没兴趣了。不如等我爽完，我来动手，好好给你出出气。也行。去，在外面守着，不要让人打扰到我的好事。大哥，别这样，求你了！大强，我听说你上次直接给一个女的玩死了，那这次可得怜香惜玉啊！毕竟躺在你面前的可是沈青山的未婚妻，大帅的心上人。放心，我会给你留条命的。大哥，放过我吧，我真的是大帅的人，我知道今天这件事不是你的本意，只要你愿意放过我，
我一定会告诉大帅，不为难你的。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玩你吗？相反，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要玩死你！你们是什么人？找死！找死！你们！你没事吧？我没事，是他说我抢了他的生意，要杀了我。沈团长，您怎么来了？好大的胆子！沈团长，我二叔是张天道，平时对我很照顾，算起来还是你的上级，这次给个面子吧。好一个张天道！传令下去，让他收拾东西滚蛋。你算什么？我在跟你们沈长官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狗东西，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这位是如今的大帅。什么？大帅！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怨别人。大帅，我真的不知道许小姐是您的人，还请您饶了我这一次吧。许小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我吧！许小姐，都是他指使我干的，我没想害您啊！我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珍惜。来人，把他们两个给我拖出去，就地枪决。大帅，我知道错了，别杀我！副官，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萧一恒，我刚才差点以为见不到你了。那么许小姐也喜欢我吗？哇哦，许小姐终于肯承认了。大帅，有一件事其实我一直瞒着你，其实我是女人。沈哥哥，你在开什么玩笑？你怎么可能是女的？青山，这怎么回事？大帅，我其实一直都是女儿身，只不过怕您知道后不再允许我上战场，所以才想跟许小姐结婚，来隐藏这个秘密。你早就知道了。你不会怪青山吧？怎么会呢？一个人重要的不是他的性格，而是能力，男女平等。青山，就算你是女人，我也不会剥夺你任何机会，你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自由驰骋，建功立业。谢大帅成全。沈青山，你怎么是女的？枉我喜欢你那么久，你赔我这么久的感情，我不管，就算你是女的也得跟我在一起。哼！